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揉腹这个动作啊很常见，咱们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饭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肚子啊揉一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咱们只要像我这样坐着啊都不动，然后去进行一个揉腹。当然，这个揉腹啊和我们饭后的揉腹不一样，只要进行一个99下的揉腹，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都会发热，有的朋友啊还会出汗。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，非常的舒服的。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，每天把它当成运动一样去做99下，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。道家来说的话，有2种方法啊，一种叫小揉腹法，这种揉腹法呢，它其实里面是带劲的啊，手是这么转的，而且它要往内压，这个是我们常见于饭后的。而运动方法呢，叫做大揉腹法，它更重要的是灵活我们整个身躯，而且同时能增加我们里面内部5什么6什么的在一起的摩擦，让里面变得更加的和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把这个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感觉做得好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同时呢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接着呢，我们来一起看内容。那首先大揉腹法怎么去做，我们一定要找好定位。就是很多朋友啊去做的时候，一个是不知道方向，一个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幅度。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右下方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右侧下方，双手这么放好。放好了以后，慢慢的我们先学会它的一个运转方式，叫做右伸到左，左降啊，就这么回来。这是一个大揉腹法，但是它不完全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先把手贴在上面，这么转几圈，逐渐的，慢慢的，我们加大幅度。你看，我的身体也开始转动。手在往上的时候，肩膀往上提到你的顶端。再往下的时候，你看左下啊，就这么放下来，右伸左降，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手幅度变大，这么去做。整个人在做的时候，身子是在旋转的，就这么去做99下。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固定的，而不是说顺时针多少下，逆时针多少下。只要记住右侧往上走，左侧往下走，记住这个右伸左降就可以了。慢慢做着，你逐渐的要感觉到你的腰和腹这个里面发热，而且呢，做着，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太阳从下往上这么升起来，额头后背会发热。每天这样做，一般来说推荐大家的时间就是在饭前。饭前我们去做99下就可以了啊，做到99下，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，里面感觉热乎乎的就行了。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热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因为摩擦。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本能之间，你里面的5什么6什么，它们之间就会进行一个相互的摩擦。那么在摩擦的时候，你看手在摩擦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就会有热量。同时呢，里面有热量，热量从里面向内而发，所以一会儿额头、后背、脸颊都会热。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大揉腹法。咱们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夏天，有些朋友啊水气比较重的，或者是寒比较重的，你就可以这样啊，每天都这样做一做，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么好的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收藏起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？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，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就像这样捂住，眼睛闭起来，把头往下低，然后来吸口气，吐出来。你注意一下，听你呼吸的声音。当你把耳朵捂住，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。有的人啊，他是比较粗的。有的人头一低，然后会感觉到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。有的人呢，呼吸起来啊会比较的柔顺，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。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，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你要知道，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啊，呼吸变得比较的快，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。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，同时呢，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啊，容易发脾气。
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。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，比如在特殊的时候，你晚上睡觉这7、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，就是翻来覆去的，或者是你就看星星、看月亮，就是睡不好，往床上一躺啊就胡思乱想的，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。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，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，然后呢，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其实说来也巧，在很多年以前啊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啊，90多岁，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，特别是道家的静功。你会发现，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，道家的静功当中啊，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，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，都是在强调呼吸。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，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，就是叫做引导法。什么叫做引导法？顾名思义，通过一个手势，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。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？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，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，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，而且这么一坚持啊，就几十年下来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，头低下来，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，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，其实非常简单啊。我们把双手伸出来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，点住它，2个手指都点住，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。包裹住了，你看这个姿势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叫做卧固。那么在道家当中呢，这个也叫做子午诀。把卧固做好以后，我们把双手啊，身体坐直，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。你看这是肚脐，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，就这样放好，眼睛闭上。我们做3到4个呼吸，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。眼睛闭上，什么都不用去想啊，就正常呼吸就行。来，吸气。所有的朋友啊，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一起做。吐气，吸气，自己去感受一下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，我不能去讲话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，可以往前快进一些，然后把视频暂停，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。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。刚开始你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，它会越来越深。从刚开始的，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，慢慢的到往下，再到下面啊，越来越深，一次比一次深，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。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，然后呢，你再观察哪一点？观察我们的肚子，手放在肚子两侧，它如果起伏的话，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。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，你不用刻意的去练，你也不用去了解，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，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，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，这个就是腹式呼吸。同时呢，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，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。很多朋友发现啊，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。它变慢了以后，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，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。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，无无的，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位老者啊，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，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。当然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，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，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、比较躁的时候，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啊，10次就可以了，呼吸10下。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，晚上这7、8个小时睡不好，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样的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，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，就这么放着，人正着躺。
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，你侧着去握，手握着也行啊，把身体卷曲起来，就这么侧着睡也行。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，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。当然，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，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，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。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，会感觉特别的棒。你们这样一放，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，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了。你记住，呼吸的速率啊，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会呼吸的人，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把它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，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因为在别人那里啊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的脖子很不自在？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转一转，摇一摇。或者呢，拿你的手啊，在脖子后面啊这么搓一搓，做完以后啊，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了。其实从结构上面来说啊，咱们脖子能少摇，尽量啊少这么去摇，不太好。我今天呢是分享给你2个动作，一个呢是解开我们脖子上面的2个开关。什么叫开关？开了就通了，关上了以后它不就堵了吗？还有一个就是解开2条大筋。这2条大筋在哪里呢？所有人啊把手伸出来，摸着自己脖子这里啊，肩膀这里，你去摸一摸。有的朋友啊，一摸就发现呢，硬邦邦的，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。这个地方很多人平常啊没事想去捏一捏，发现太硬了，自己都捏不动啊。就这2个大筋，你去拎东西啊，或者做家务做久了，伏案工作久了，这个地方啊就感觉特别的酸。那么今天就是帮你把这2个地方给它打开。首先，咱们先来讲2个开关，这2个开关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开关怎么去找？大家跟着我去做。先摸到你的锁骨啊，锁骨很好摸，然后顺着它，它就像一个轨道一样，顺着它往上去走。你顺着它往上去走，走到这里走不动了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开关。我们手点进去以后，然后就这样转就行了。很多朋友在这里一转啊，就会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一些酸溜溜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肌肉斜方肌的。斜方肌这个肌肉啊有一个特点，它特别容易僵硬，而且这个肌肉啊特别大，特别厚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啊他手啊一个手都捏不起来啊，特别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地方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厚以后啊，它这个像个大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啊，别人去捏都捏不动。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把它比喻成刺猬。为什么叫刺猬呢？你从这里去摸，它就像刺猬的背一样，全是刺，你不好下手。但是它的弱点在哪里呢？就在它的背面。你看这么一去点，就点进去了。从我们的前方往后面方点，和我们后面往前面点都是一个地方，而这里是直接能进入到腹地啊，就更深。我们这样去点上一个10下，10下点完以后，点住它不动。把手啊，你看点住它不动啊，把手抬过来，抬到摸到头顶，再这样去转啊，把手抬过来，再这样去转个20下，这样就解开了啊，一共就30下到40下。解开了以后，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帮助呢？很简单，你把肩膀做完以后活动一下，自己感受一下，自己头转一转，自己感受一下松没松啊？松的话，拿到这个结果了以后就解开了。然后我们第2步要怎么做？第2步就是一个传统的拉筋方法，叫做颈项伸力啊。这个动作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拉开来，因为你会发现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咱们有很多人是怎么样，脖子越来越短了，这个地方越来越厚了，慢慢的头就被往前这么压着。咱们怎么去做？把我们的双手合十，合十以后呢，往一侧去推，你看这个手啊是我的左手，往右侧去推，推到右边以后，把我的这个脖子往左边的肩膀上面去靠，就这么去推。你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手掌压一压，这么去推，感受一下，有了这种压力啊，有了这种感觉啊，我们就这样拉5到10秒钟，再转过来，再这样，在你有这种拉伸感的时候，再保持5到10秒钟。好，然后再转过去，用你的下巴去触碰我们的这个肩膀，就这样保持住啊，反复3到4次啊，做完以后自己感受一下。
这个动作只要你坚持去做一段时间，先把开关打开，再用抻筋的动作啊，我们这个颈项真力把这个筋啊给它拉开来，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做完以后感觉好的，一定要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，然后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，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好事。没有关注大伟的同学呢，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孩子的个头偏矮，家里面人啊就会特别的担心，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，发现同学的个子啊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，心里面更加焦虑了。其实不必这么焦虑，我们一般来说身高啊它是有遗传的，60%啊它是靠遗传，40%呢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。那后天的点点滴滴，我们说啊分为哪几类？一个是运动类，一个是饮食类，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，就这3大类，自己找原因嘛。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，我们改变得了吗？改变不了。一般来说，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，他遗传的话，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限啊。他如果说接近他的上限，那孩子长得就快；如果说他正好是接近下限的，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一些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。那么后天的这里呢，我们无非是3种。第一种就是饮食，饮食这里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，蛋白质啊，咱们要多去补充。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，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，你捏一下，这个里面就有角蛋白，而身体当中，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，它就需要蛋白质，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呢，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啊，孩子啊是不缺蛋白质的，就是看他肯不肯吃。很多小孩子啊，他是不肯吃，他挑嘴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家里面人啊，就要多费一些心，把这个营养啊弄得均衡。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，比如说鱼虾肉奶蛋，这些都是优质蛋白。同时呢，要配合这个碳水化合物。什么叫碳水化合物？比如说我们这些精粮啊、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，这些东西啊都要搭配在一起去吃，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，这样的话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啊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。然后呢，重点是放在后面2位，这2位啊，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。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运动。运动上面啊，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啊，他运动普遍较少，而且有的孩子啊，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啊，他抱着一个手机，他就不愿意运动。这个是很多家长啊的一个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。孩子的运动啊，它是天性，一定要让他多运动。但是这个运动呢，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反之，有的小孩他的身体啊，自小来说就相对于弱一些。你让他去运动，他运动只要一过量啊，接着你看就3、5天就不对劲了。然后呢，你就紧接着家里面人就跟着后面忙，后面又不敢让他吹风了。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？你记住了，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。就去做跳高训练啊，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，让他去摸，每天跳多少下。同时呢，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。什么叫折返跑？比如说我们的客厅啊，让他从 A 点跑到 B 点，再从 B 点摸一下地跑到 A 点，就这样反复的去跑。跑一会儿，他心跳上来了就累，累了以后就是消耗，消耗完了以后，原来还挑食的，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进去。同时呢，还可以让他做什么？就是深蹲起跳，让他慢慢的蹲下来往上去跳。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是哪一种运动，都是让你的骨骼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，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骨骺啊进行充分的刺激，它才能更好的长高。所以呢，我们骨骼的结构啊，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。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是非常棒的。在竞技上面的运动，比如说打篮球，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的站在那投篮，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啊，比如说跑啊、跳啊，包括跳绳啊，都是非常好的运动，在家里面都能去做。然后呢，运动这一块的话，大家家里面啊做做功课就行。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就是睡眠。睡眠这一块啊，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。你看，我们管得了他白天，管不了他晚上。有的小孩是什么？这个地方经常痒，痒了以后呢，就感觉啊难受，一难受好了，晚上就翻来覆去的啊，他这个质量啊，它不达标。
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，比如说生长素啊，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。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，所以在睡眠当中，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，把这个灯给他关掉；第二个，让他的睡眠啊，要让他怎么样变实，不要让他那么虚。有的孩子啊，他自己小的时候啊，小孩子他也会烦，他会烦他的学习，他会焦虑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家长啊，不要对他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啊，给他很大。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，他一焦虑了以后，有的时候啊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。所以呢，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，让他好好的睡觉，同时夜里面啊没事的时候多观察观察。比如说，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，你要及时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问题发现呢，我们就要及时。然后同时呢，你要记住，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，你一定要什么呢？要让他放松心情啊。他这里紧张，你在这里在催着，他就会更紧张。一紧张了以后，晚上好了7、8个小时也睡不好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。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，你后面的运动、后面的饮食这些东西啊，就通通的就白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重要的这个生长素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，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。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啊，你晚上在睡觉之前给他的头这个地方百会啊，轻轻的从上向下摸100下，每天100到200下，从上到下摸到啊他的大椎，从百会到大椎轻轻的摸，他就睡着了。这个啊是针对10岁以下小孩子的。那10岁以上呢？10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，他懂了，他自己明白了，他就会去做。但是咱们道理啊要讲给他听。有的朋友会说，老师，我的小孩子啊17、18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呢？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，小孩子他一旦骨骺闭合了，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，过了就没了。他骨骺一旦闭合了，就长不高了。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，你们提前就观察，做好准备，以后孩子啊，未来就能多长2到3厘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